魏无羡，魏无羡。江澄循着断断续续、磕磕绊绊的琴音，想看看是不是兰家那个咋咋呼呼的小辈弹得如此糟糕。没想到刚转过角，就听到魏无羡病猫一样呜咽的声音：“韩光俊，这一节我无论如何都弹不好，你再教教我呗。”只见魏无羡窝在蓝忘机怀里，面前放着名动天下的忘机琴，蓝忘机的手握着魏无羡的手，似在帮他纠正指法。江澄心里掠过一个巨大的卧槽，冷冷道：“你12岁就会琴了？我琴技早已生疏，需请名家指点。”那你有必要学得这么磕巴吗？我学东西慢。你学东西什么时候慢过？魏无羡从小就是事半功倍的天之骄子，无论是剑招还是术法，礼乐还是射御，都是一点就通，一学就会。江澄极其无语，转身就走。自此，江宗主每日外出的时间更长了。江家门生对传说中的夷陵老祖充满了好奇，知道他曾恶贯满盈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但也知道叶烈时若真遇上，不仅不用担心，甚至还可以稍稍依赖。在小辈们的卧谈会中，夷陵老祖真是个矛盾又神迷的人物。此刻，莲湖水榭里，韩光君和夷陵老祖正在对弈。夷陵老祖的中衣衣袖因为太长，卷了几卷，显得十分随意，整个人慵懒又闲适，远远看上去就是个面容秀逸俊俏、性子清和平易的寻常青年。这与他平时不太一样，之前一到下水捉水鬼时，衣服也是穿得端正齐整的，十分的守礼明仪，倒叫他们这些打赤膊的人不好意思起来。兰家小辈都聚在一旁围观，于是江家也有几个孩子慢慢地挪了过去。江踏哥视其如命，爱其成痴，自然也在其中。棋盘上斗得杀气腾腾，你来我往，互不相让，精彩纷呈。韩光君棋路沉稳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夷陵老祖棋风诡谲，灵动跳脱，屡出奇招。双方僵持不下，从棋盘一侧杀到另一侧，白子黑子你追我赶，杀得天昏地暗。江踏哥心里暗暗喝彩，名家对弈最能叫他热血沸腾。渐渐的，夷陵老祖露了破绽。夷陵老祖兵行险招，诱敌深入，却被韩光君将计就计。江踏哥心想，韩光君要赢了。突然，夷陵老祖落子时，中衣衣袖散了开来，将一脚棋子拂落地下。江踏哥察觉，那一脚空出，正好给夷陵老祖留出一线生机。而那处原先是什么样？江踏哥认为，除了霍风、棋痴、棋呆子的自己，其他人顶多就是有个印象，并不能准确记得。江踏哥想，应该是故意的。只听夷陵老祖笑着道：“抱歉抱歉。”然后弯腰拾起棋子，一一摆放归位。江踏哥定睛一看，夷陵老祖将棋子原样归位，并未趁机取巧。最终，夷陵老祖还是输了，不过比江踏哥预计的多支撑回旋了几十手。夷陵老祖道：“蓝湛，你真是厉害。”笑容明亮：“我不服，再来再来。”韩光君道：“要被扇了。”江踏哥不解：“厨房被扇与韩光君何干？莲花坞总不至让姑苏兰氏的客人自行烹饪。”哎呀，别去嘛，你已经做得够好吃了。不够地道。江家小辈面面相觑，不理解他们在说什么。蓝景怡小声告诉他们，韩光俊常给魏前辈单独下厨，最近连着几天去江氏的厨房里拜师学艺。江踏哥震惊了。韩光俊飘然离去，夷陵老祖轻扣棋盘：“你们谁来陪我再下一局啊？”江踏哥脑袋一热，举起手大声说：“我来。”说完就后悔了，那可是夷陵老祖啊。夷陵老祖见他一身紫色家袍，露出了惊喜万分的笑容，殷勤地拉过他，摆阵开局。夷陵老祖开局便不循常理，很快江踏哥便沉浸到棋局中去了。魏无羡最近见到江踏哥就想躲，这孩子真不愧是棋痴、棋呆子啊，天天抱着棋盘来找他求指点，早也下棋晚也下棋，午休时间要下棋，用膳时间也要下棋。为了陪他下棋，魏无羡已经连着3天没有午睡，中午不睡，下午崩溃。魏无羡现在晚上都想早睡了。蓝忘机为此贴心地减少了夜晚的亲密次数，只要在下棋，这孩子心理素质就非同一般的好。
自己吃饭狼吞虎咽，火速搞定。对面就是韩光君、魏氏夷陵老祖，恩恩爱爱、黏黏糊糊、腻腻歪歪的精彩画面。姜大哥却可以头都不抬，全神贯注地思考棋局。可是魏无羡实在没有办法拒绝他，这是姜家第一个对他如此亲近的孩子。于是魏无羡露出无奈又宠溺的笑容。大哥，你有没有好好吃早饭？姜大哥点头如捣蒜，恭谨地递上一盒黑子。魏无羡接过黑子，摆开棋盘。我都陪你下了3天棋了，累死本老祖了，你快说点好听的哄哄我。姜大哥自觉这几日的确是过分扰人清静，莲花坞的大人们都忙碌非常，没人能有魏无羡如此耐心。姜大哥扬起一个乖巧的笑容，诚挚道：大师伯。魏无羡手上的棋子啪的掉落，在棋盘上滴溜溜打转。姜大哥看着眼前的俊俏青年，突然就红了眼眶，被吓住了，诺诺地说：我听姜管事说，我听他们说宗主把紫殿都借您了，我蓝忘机轻轻拍了拍魏无羡的肩膀，对姜大哥说：你称呼无错。随后拾起棋子放回魏无羡手上。魏无羡似刚回魂，胸膛不断起伏，他使劲吸了口气。好孩子，来，今天大师伯要杀得你片甲不留。混熟了之后，魏无羡把蓝家和姜家的孩子分成几组，让他们两两对战，只过剑招，不用灵力，然后自己再一一指点。魏无羡熟悉两家剑法，讲解剑式鞭辟入里，遇到难解之处亲自示范，随便出鞘，如惊鸿若游龙，万千风华，令孩子们移不开眼睛。但也并非一直都是不用灵力的情况，有一招巧招，便是将灵力集中在剑侧，横削过去。与魏无羡过招的于小山年纪最轻，实战经验最少，灵力却是同辈之中最强。见随便剑身一侧红光大盛，又见夷陵老祖恶名深入心底，下意识地用了10×10的力反击。灵力相击，魏无羡往后退了3步，以剑划地，稳住身形。魏无羡道：厉害，后生可畏。然后便见到了不知何时站到教场边的江澄，一脸沉肃，眼中似有痛色。江澄，你那是什么眼神啊？魏无羡毫不在意地将随便收回鞘中，抽出了陈情。来，你来跟我打一架，你未必就能赢我。江澄面带黑气，不打。魏无羡袖中抖落2枚纸傀儡，蓝忘机给他4枚，在赤峰坡用过2枚，还余2枚未用。陈情随意地吹了2个音，纸傀儡迅速长大，身长9尺，立于阵前。姜家门生的眼睛都亮了起来。这几日魏无羡同他们演练剑招，讲解符箓，同普通教习并无区别。今日才终于有机会得见传说中的鬼敌陈情。在莲花坞待了10数日，魏无羡早已没有第一天来时的怅惘和情切。敌音陡急，2个纸傀儡一前一后抢攻上前，纸傀儡逼近，姜澄却依旧一动不动。姜行舟拔剑上前，姜澄见姜行舟出招，身形一闪，挡在姜行舟面前，把姜行舟出鞘半寸的剑按回鞘中，3毒飞出，灵力聚在剑侧，横削一道，剑气将2个纸傀儡逼退在3尺之外，正是魏无羡方才演示的那招。姜澄脸上的黑气更盛了。魏无羡无所谓的耸耸肩，笛音不停，纸傀儡一上一下飘然翻飞，再次攻去，与3毒斗在一起。姜澄催动3毒，以1敌2，不落下风。魏无羡对他知根知底，攻得刁钻尖巧，妙招不断。姜家小辈甚少见宗主出招，一个个兴奋不已。见2人身形不动，场上却斗得难解难分，火花四溅，都觉精彩万分。只是姜澄知道，魏无羡未与傀儡立约，陈情也吹得如同郊外野游。魏无羡一知姜澄只用2成灵力，门生面前做做紫光大圣的样子，无论自己如何逼迫，其实自己也不太敢逼迫，姜澄都不愿调动更多灵力。魏无羡突然便想起2人年少时都好胜，对招比试从来都是全力以赴，如今斗起来却都留有10足10的余地，礼貌又默契地做出漂亮场面来给晚辈们看。这也不算什么，长大了身份不同了，自然不能同小时候一样。只是姜澄对动用灵力如此忌讳。魏无羡收了傀儡，无奈道：你呀，哼。姜澄挥退了众人。魏无羡走到姜澄身旁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
拍了拍身旁的地面。江城瞪他一眼，嫌弃地踢开地上一个小石子，一掀衣袍也坐了下来。小时候他俩打完架，坐在教场边瞎扯淡，江燕离会端来一盘西瓜，看他们争先恐后的啃完，